哎，兄弟，我怎么听见对面有人喊呢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大哥，堵着他家门了。大哥，你以后注意点吧。你家对门那位好像不是什么好人。没事，反正也碰不着几回。最后一波了吧？哎，完了，辛苦了啊！谢谢师傅。哎，好嘞。慢走啊。走了。嗯。哎，人别弄了，洗个手，换个衣服，我带你出去吃饭去，回来再收拾。走。吃什么饭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家也搬了，崔瑶那儿也彻底断了。你跟夏白露什么时候领证啊？别不当回事儿，马上孩子就生了，生孩子之前户口啊、准生证啊、医院建档啊，乱七八糟事儿多着呢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回头我跟他商量，好吧？走，吃饭。怎么还回头商量啊？你现在就打电话，今天晚上在家吃饭，边吃边商量。打什么电话呀？这家里乱糟糟的，回头磕着碰着怎么办呀？嗯，也是。咦，知道心疼人了，好事儿。这老周啊，也真够坑人的。就他这堆衣服，放在这儿至少有2年了吧，还卖得出去吗？拿这个充工钱，这摆明是坑人嘛！老周也是没办法。小白鹿，现在红中和你那个艺术家都不在，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善良。你是来看热闹的吧？现在看完了，赶紧回去卖东西吧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没听出来我这是帮你说话呢？行吧，那我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？不过这话也说回来了，咱们大家都是女人，又都是同行，我也不希望看着你受别人欺负。你是因为知道我跟红中没有关系了吧？哎，那也是原因之一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这边我自己慢慢想办法吧。那以后有事儿你说话，但是帮不帮这忙呢，得看我心情。哇，堆了这么多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些都是周老板卖不出去的衣服，我就想着改改试试吧，要能卖出去最好，实在卖不出去，那也没办法。哎，要卖不出去，我下个月就该没饭吃了。瞧你说的，这都是你改的？哎，快帮我看看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真的啊？真的啊，这领子挺有特点的。小夏，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怎么了？你说。家宝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得复习，可是这个声音吧有点大，我怕影响到他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给忘了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不弄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委屈了哈。要不这样，我换个地方弄吧。没事吧？没事吧你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没事吧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到了没？没事没事没事啊。哦，啊，不用了，我来。你怎么不看一眼呢？不好意思啊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来找你的呀。找我？怎么了？来，给我。这我来拿吧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这儿风大，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吧。好啊。你真没事啊？真没事儿。走。你拿着那么多衣服到哪儿去啊？哦，本来是在家改衣服的，
但是动静太大了，我怕影响家宝学习，所以就联系了个裁缝店，想把剩下的衣服给改了。谁知道就碰见你了。你还会改衣服啊？哎，对了，正好，你帮我参谋一下，你看这些衣服改得怎么样？给我提点建议，看看嘛。这个你是音乐家嘛，肯定会比我有品味。如果改得不好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没事的。还有这个。 有什么不好的，你就给我提点建议。这批衣服可是我下个月的饭钱，如果改的不好的话，我就没饭吃了。这么说你又失业了？嗨，周老板老家出事儿了，所以这店就开不下去了。快，帮我提点意见。你真没学过服装设计啊？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学了2年裁缝，但是那也不算是专门的服装设计吧？衣服改的不太好看是吧？我觉得你这些衣服吧，没问题。什么叫没问题啊？没问题呢，就是说设计的很棒，做的很好的意思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看这些细节做的。你不是安慰我吧？当然不是。哎，对了，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个，然后你衣服卖不出去，你让我负责吧？我当然不会啦。但听你刚才这么说，我心里觉得挺踏实的。如果能够把这些衣服都卖出去的话，我就应该有钱可以在外头租个房子了。开心。你要搬家啊？家宝的爸爸来了，我一人在家里晃来晃去的，我觉得挺不合适的，所以就想在外头租个房子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搬家了。啊？是因为离婚吗？之前那套房子是翠瑶他们家付的首付，离了婚，我再住在里面就不合适了。啊，也对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不正好要搬家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搬来我家呗。啊？之前那套房子是翠瑶他们家付的首付，离了婚，我再住在里面就不合适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不正好要搬家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搬来我家呗。我说就这家，不到10平，这是当时市场规划的标准店面，那些有些大的是2间打通的。这个位置呢不算最好，但还行。前面那租户呢主要是有些事儿，现在不租了，我临时招租，那是这个价钱呢好商量。别老听我跟你说，自个儿看看去。行，那我先看看。嗯。想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幼稚啊？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这铺面马上到期了啊，怎么打算？先把老周这些货卖完再说吧。到哪儿卖啊？天桥摆地摊去。行，我给你想招，这墙面我先租给你，先在这卖着。这墙面的租金多少钱一个月？夏白露，你是被人坑怕了吧？不知道这世上有好人，你满市场打听打听，我洪州什么时候坑过人啊？我收你租金。那怎么行？我这人不喜欢糊里糊涂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我做事之前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我也不想欠你的人情。行，我给你明明白白的说，你帮了我，这次我帮你，我们俩扯平，行不行？我帮你什么了？就上次司机罢工那事儿，你一句话点醒了我，要不那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。那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随口一说。看，说你胖点，喘上了你，所以呀，现在我租个店面给你啊，把你供这儿啊。少给我来这套，2码事。行，别废话啊，再废话不租给你了啊。美女，看好了吗？我一会儿去找你。方便的话到我办公室聊聊啊。洪忠，
律师，像我这种情况，我应该怎么办呀？虽然法院已经解除了你们俩的事实婚姻关系，但在非婚生子女抚养权的问题上，双方协商不成，可以起诉。像我这种情况，我能胜诉吗？在孩子的监护权判决上啊，法院是优先考虑父母谁能够更好的抚养孩子，也就是说，要看双方的综合条件谁更好一些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你得证明，对方现在没有抚养能力。其次呢，你还得证明自己能够比他更好的照顾孩子。贺五洲现在的经济条件怎么样？我现在有自己的公司，有几十号员工，你看看我开的什么车？我现在过的日子，你想都不敢想。他说他自己现在很有钱，还开了好车，但是那只是他自己说的，我并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主要是你现在居无定所，而且又没有固定的资产和收入，这要是真打起官司来，那也就是说，我必须得有固定的资产和稳定的工作，才有可能争取到彤彤的抚养权，是吗？其实经济条件只是一方面。如果你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，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就更有可能争取到彤彤的抚养权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当然了，这也看你再婚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如果是一个音乐家呢？可以啊，这些在打官司的时候都是可以加分的。那我懂了，谢谢你啊。喂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哎，挺冷的，就这么一直坐着。你不是电话里说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吗？曲和，我同意跟你假结婚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但是也请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争取彤彤的抚养权。我今天下午见过律师，律师说，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我的另一半有固定的收入，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，这对于我争取彤彤的抚养权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，能不能请你帮我这个忙？那你是知道彤彤在哪儿的？彤彤是被他爸爸带走的，而且他爸爸还威胁我，说以后再也不让我见彤彤，让我再也别去找他们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我习惯了，对他，我也已经彻底死心了。律师说，像我们这种情况，必须要打官司，才能争回彤彤的抚养权。我明白了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需要，我愿意为你和彤彤做任何事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合作，你也是在帮忙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商量一下？毕竟我们不是真的夫妻，所以有些事情，比如说晚上谁打地铺睡啊，谁洗衣服呀，谁做家务啊，对吧？然后家里的钱谁管呀？
别急，大家都别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要吃号的，这件是吧？这件150。好，换一下，再来。这件150，这件这红色的，红色的。怎么了？先放货去。吃饭去。吃饭。啊？你找我说这事儿啊？吃饭不是事儿啊。我店里忙着呢。那也得吃饭啊。我自己带饭了。可我没带啊。那你那饭够咱俩吃吗？我吃我的，你吃你的。啊，你真是的，河还没过呢，桥就拆了。租你那么大一门面，请房东吃饭怎么了？不行啊，走，走啊。那就附近吃啊，我还得回去卖衣服呢。没问题。怎么了？为了你，很多人跑我这儿找事儿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生意好，很多人红眼了，想请你去当导购，我都帮你给推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正找工作呢。卖完了这批尾货，我吃什么呀？回头你直接把我电话给他们行吗？真是的。别急呀，你就想一辈子当导购啊？我也没想一辈子当导购，但是我需要工作，我得挣钱，我还得要回孩子呢。我知道，你就没想过单干？单干啊？我哪有那个本事？我又没铺面，又没客源，更没本钱，我怎么单干？说不清楚。这批尾货卖完了，本钱不就有了吗？货源，我替你想办法。好歹哥们儿在这服装市场也干了那么些年。别犹犹豫豫的，我说你行你就行。老周那样都行，你比他强多了。我觉着老周那铺面你接手最合适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干不了。只要你想干，铺面租给你，租金什么时候赚钱什么时候给我。那铺面你不是租给别人了吗？这事儿你别管，我有办法。红中这不行，损人利己的事儿我可不干啊。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之后有人再找导购，记得把我号码给对方，听到没有？算我谢谢你了。这事儿你可真得想一想。那小白脸最近没找你啊？怎么了？吵架了？好着呢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你自己吃吧，我跟他约了要见面，不好意思啊。找着了？其实我跟我孩子的爸爸，之前我们没领过结婚证，所以我们不算结婚。啊？哎呦，你还有多少事儿是我不知道的呀？曲和，你以后别后悔啊！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事儿是你催着我们领的，现在你又说这个，我这不都是为了我大孙子吗？行吧，夏白露，以后你就是我们曲家的人了。你以前什么样呢？我不管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所有的心思都得放到这个家上来，平平安安的把我大孙子给生出来，知道吗？妈，你以前对翠瑶可不是说这样的话的。放心吧，阿姨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曲和，好好照顾这个家的。说到做到就好。还有，以后再别叫阿姨了。哦，妈，
小白鹿，到了。啊，到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这2天改衣服太困了。一会儿搬完东西，早点休息吧。怎么办？我有种要进虎穴的感觉。干嘛呀？你要义勇就义啊？你说万一天天住在一起被你妈发现了怎么办呀？那就要看演技好不好了。行了，都到这儿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下车。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好像以前来过。这是什么小区？南风公寓啊。你住哪儿？就那儿，1楼 B 座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小白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啊，我干什么？我帮我朋友取东西，没事滚开。这是我媳妇儿，你说有没有事儿啊？说什么？谁你媳妇儿？哎呀，行了，吵什么呀你们2个？曲和，你先把行李先拿回去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走了。能不能别老那么冲动啊？我冲动？看不出来啊，夏白鹿那么开放啊，未婚就要同居啊？有些事儿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，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吧。告诉我什么？我都看见了呀，这种小白脸我见多了，专打着艺术的旗号，专骗女孩，你和他玩得起吗你？你能不能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说话难听，他说好听，不干好事儿啊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，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要找个可靠的男人，我不管你，我祝福你。不靠谱的就不行。贺五洲你还不够啊？还想找个不靠谱的再甩你一次是不是？这话是你该说的话吗？贺五洲的事你知道多少？曲和怎么不好了？我觉得曲和挺好的。这是我们的结婚证，我跟曲和已经结婚了。我是个成年人，我在做什么我自己很清楚。我的事儿，请你以后别管。回来了，我还正准备去看看，怎么样？他没欺负你吧？没有。哇，这屋子怎么这么大呀？以后，这也就是你的房子了，你可千万别客气啊，不然我们都会很别扭。啊，好。你妈妈呢？买菜去了。我妈这人呢，就是嘴硬心软，别看她嘴上说着不高兴，其实心里比谁都紧张。知道你今天要搬过来，一大早就出去买菜去了。她是因为觉得我肚子里怀着她的大孙子吧？哎，怎么办？我心里特别忐忑，这个谎咱们要怎么圆啊？慢慢来吧，办法总会有的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还从来没有过这么没有计划的日子。以前的一切都像是安排好一样，考试、上音乐学院、留校，一直到跟崔瑶结婚，一步步都按部就班。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。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每天提心吊胆的。其实我压力很大的。我倒希望能够让我过上每天按部就班的日子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现在你住到我家里来了。总之，记住一点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让我去解决。说得好轻松啊！没事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事儿，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。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红中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会和他成为邻居。
如果你要觉得实在不舒服，我再找找房子吧。不用了吧？那多折腾啊！搬个家太麻烦了。反正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，没必要刻意躲着他。是吗？那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？哪有？男人的直觉喽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现在哪有心思想那些事儿？现在除了快点把我孩子要回来，别的我什么都不会考虑的。我房间在哪儿？我要去看看。那边。再来一瓶。先生，你别喝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我？我喝点怎么了？你今儿吃错药了你啊！跑我这儿来耍酒疯来了？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谁的面子我也不给，你也不行。不给面子怎么着？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打我，骂我。打我，使劲打我心烦！我打我！钟，怎么了？你耍这酒疯？你耍什么酒疯啊你？你妈！我身边女人怎么了？都不识好歹，不知道谁对你们好，谁是大骗子。你说什么呢？又是那个夏白露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夏白露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呸！有男朋友怎么了？结婚怎么了？结婚还能离呢？他那男人不是跑了吗？我怎么不好了？我怎么不如那小白脸了？你说什么？夏白露跟谁结婚了？跟那个艺术家吗？你告诉一下我哪儿不好？我红中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我要人有人，我怎么还不如一个拉琴呢？啊！告诉我哪儿不好？我一定改，我改。你不告诉我，今天就走到这不走了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。你说明白。说清楚。我好啊，我好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呀？你假的，你假的，不理你，我不理你，我。说，你说我哪儿不好，我改啊，我真的好好改，好好的改，啊。你喝多了。来，志宇，尝尝这个，我妈做的特别好吃。哎，妈，你也吃，来。真是太好吃了。这个应该叫松子鲈鱼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以前去餐厅的时候，最爱点的就是这个菜。妈，没想到你能把这个菜做那么好吃，以后能不能教教我呀？着什么急呀？等将来你的孩子生出来，这家里上上下下，有的是你干的活儿。行了，我吃完了，你们接着吃吧。哎，来，我也吃饱了。那你去屋里歇会儿吧，看你也挺累的。没事儿，你去休息吧，我来收拾。好了，你别动。哎呀，我来就行了。许和，啊，吃完饭那碗要是没人洗，你搁那儿我洗啊。给我吧。行了，不是我来洗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了？你别明知故问，人家夏白露刚刚进门就这么使唤人家。谁使唤他了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做完饭我去洗碗，完了我伺候你们俩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
哎，你以前对崔瑶可不这样啊，我可没见你使唤过崔瑶干活。跟崔瑶能比吗？你别这么说话行吗？那我该怎么说话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又没让你娶她。你干什么呢？我想把这挪到阳台上去。哎，你不是改衣服要用吗？你到外面怎么用啊？改衣服特别吵，我怕影响大家休息，快帮个忙。那也不能挪到外面去啊。现在还好，到了冬天得多冷啊。可是我会改到很晚，会影响你休息的，那你怎么办呀？反正我又不早睡，你赶你的，我看我的书呗，两不耽误。走，搬回去。有点女主人架势行吗？快点。成，那晚上咱俩怎么睡啊？你睡床上，睡地上。那怎么行？我睡地，你睡床。行了，就别跟我争了啊。曲和，哎，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啊？啊？你们不没睡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那个，不是天冷了吗？我怕你被子薄，找了床被子出来，看看厚不厚。正想着给你送过去呢。行，送过来了。那今天晚上怎么睡啊？赶紧把被子送过去吧。妈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怎么了？夏白露怀着孩子呢，你晚上注意点吧。注意什么呀？这孩子，别跟我装了。啊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我跟他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啊？曲和，你跟崔瑶之前没有孩子啊，你自己没经验。我跟你说啊，年轻小夫妻因为这个事儿流产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你小心点啊。我说的不可能是说我和夏白露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啊？哎呀，总之您就放100个心好了。一切以我孙子为重。要是我大孙子出点什么问题，我跟你俩没完啊！哎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您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放心，我能放心才怪呢。你们家真的没有多余的被子了？我知道啊，没事，明天我再去买一套吧。那今天晚上怎么办呀？地上这么凉，你要不垫东西生病了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多穿2件衣服，凑合一晚上得了。那怎么行？要不你就睡床上吧。不合适吧？哎呀，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床这么大，咱们可以在中间放点东西。算了，我还是睡客厅吧。啊？那万一被你妈发现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你甭管了，我知道怎么跟我妈解释。哎呀，你这样我……快睡吧，快睡。
是不是我动作太大把你给吵醒了？没有啊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我习惯了，赶紧刷牙洗脸，马上就能吃早饭了。哎呦，起够早的呀！哦，妈，早安。那个我去泉州，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。啊，那个下白鹿做早饭了，可以洗洗出来吃。不用你给他要过。你睡沙发了？不是你说要抱住你的大孙子吗？这下你放心了。抱住大孙子也不是让你睡沙发呀。这休息不好，你白天怎么工作呀？是。行了，这你还操什么心呢？睡一晚上也没什么事儿。你快去洗洗出来吃饭啊！钱真好，谢谢啊。下次再来。这些衣服加工过的吧？我好像见过。哦，这些都是原来的旧款，我给改了改。做工挺细。是吗？谢谢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买卖，所以不敢马虎。这个衣服卖的挺好的，昨天就走了10件，你要不要上几件试试啊？好啊，这些衣服先加上多少钱啊？我全要。啊，全要了？对呀，我东北老家这边有10几家连锁店呢。行，我帮你算一下，一共是24800。怎么，你这还舍不得卖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真的全要了？对呀。行，我去给你包起来。我给你保证，这些衣服绝对是这个市场上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了。这是白痴呢还是眼瞎呀？钟哥，我错了。怎么能拿货不发车呢？说多少次了，有一个人必须负责检查。3天2头那东西，怎么不把你自个儿了？钟哥，绝对没有下次。没下次，我也得信啊！你看你，每次一出事就做出这副鬼脸来，出门就补你了。要有下次，我劝你像秦桧似的，做个认错回让，放我门口，省得我麻烦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发货去呀！哎，洪总在吗？啊，在。不过刚骂完人，你小心点。钟哥，夏姐找你。钟哥，人呢？刚才在这儿呢。钟哥，钟哥，钟哥。怎么了？哎呦呦呦！你瞧我这脑子，刚才钟哥给我打电话，把我骂惨了，我以为他当面骂的我呢。他现在应该在外面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给他那面墙的租金。好，我回头转告他。你说你欠别人钱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行吧，那我先走了。慢点，夏姐。钟哥，钟哥，走吧，走吧。谁走？系鞋带儿。钟哥，人家欠你钱，你躲什么呀？谁躲了？我心烦不想见他，怎么了？谁有被你得罪成这样了？还能有谁呀？夏白鹿呗。我从来没见钟哥躲人都躲沙发底下去了。就你长舌头会说话是吧？还不干活去，滚蛋！哎，我说洪忠，你有点起子不行吗？你躲他干嘛呀？你欠他什么吗？心烦，不愿见他。你说这个现在谁信呀？你说你这前几天还为他要死要活的呢。谁要死要活了？那是我洪忠干的事儿吗？那怎么不是啊？你自从认识那夏白鹿，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都说了别提他，好不好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想见他，无非就是他已经结婚了，是别人的老婆了，没你什么事儿了。洪忠，你以为你是鸵鸟啊？把那脑袋扎那沙子里就没事了？别闲着牛文化，还鸵鸟？鸵鸟长什么样啊？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！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想知道你自己比那个拉琴的差哪儿了吗？你不问问怎么知道啊？